华为 Mate 70 Pro Plus、三星 S24 Ultra， 本期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对比。本期的重点如下，这几点呢是值得仔细看一下的地方。我手里的这台华为呢，就是正式的试售版，就是零售版，它的系统是鸿蒙 4.3， 并不是 Next 啊。那本期呢，先跟三星的旗舰小试牛刀一下，它毕竟是新手机嘛，后期会有很多的系统升级，等修正了一些小毛病之后呢，我们还安排它跟其他的旗舰手机进行对比。看对比前，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选边站队的事情不要去做，跟别人抬杠吵架的事情不要去做。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我相信您的知识跟阅历的增长速度会更快。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关注手机影像的朋友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摄影上面，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视频回复下方把自己拍摄的好看的照片发上来，所以本期摄影环节呢，还是选用了网友上传上来的优秀作品。希望大家呢也能像这些网友一样，多出去走走，拍摄身边的美好。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什么设备拍的，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华为 Mate 70 Pro Plus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4倍的长焦；三星 S24 Ultra 后摄14颗镜头，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和5倍的长焦。华为的默认拍摄界面变化倒是不大，但是高清模式的拍摄界面和功能变化还是挺大的，这点聊高清模式的时候再说。那么默认拍摄界面呢，5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2倍跟10倍是数码变焦。三星的拍摄界面也是老样子，5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的10倍呢是数码变焦。那下面就详细的对比两台手机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哎呀，这一说参数啊，这华为总是不公布跟光学有关、跟像长有关的感光器尺寸，这回连主摄也没有公布。哎，反正原生像素呢是三星的更高，但是华为这边呢有一个可变光圈技术，切换到专业模式就可以调整光圈大小了啊。当然你也可以用自动啊，就是摁 A 就可以了，也可以手动调整光圈大小。在不同光圈下的成像表现呢也测试了，现在是主摄的 f1.4 跟 f2.0 的对比，画质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现在是最大光圈 f1.4 跟 f4.0 的对比，画质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现在就是华为和三星主摄默认状态下的成片对比了，颜色方面还算接近啊，但是至于哪边更接近真实环境，哪边的颜色真实，这样的外行的评价呢，我们是不会给的。毕竟你们现在观看的显示器是千差万别的，什么亮度啊、色温的不同，会导致你们每个人观看到的图片的颜色都不一样。你们只要从你们的显示器上看，更喜欢哪边拍摄出来的色彩就行了啊。不过这回倒好说啊，两边还算接近。照片的颜色跟亮度是可以随便调、随便改的，但是解析力这种硬实力那可就不好办了。中心解析力方面，华为的更优秀。再看一组自然纹理比较丰富的场景，颜色的区别也不算大，就是天空的颜色呢区别稍微明显一些，这点呢跟上一组是一样的。
那么这回中芯解析力方面依旧是华为的更优秀。还有一点，这代的 Mate 70 Pro 加主摄的视角呢，从28毫米换成了24毫米，不再坚持了已经用了几年的28毫米的主摄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依然是华为做的更优秀啊。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华为这颗主摄的镜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能力方面很不错。华为也可以拍摄2500万像素的照片，这点跟 iPhone 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是默认设置，需要在相机的设置里呢把这个功能打开，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默认拍摄2500万像素的照片了。但是你一旦打开这个功能呢，它跟默认状态颜色就会有区别了。那你说哪边颜色更真实呢？所以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扯？不过用2500万像素拍摄呢，解析力呢确实会有些许的提升啊。但是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呢，有些场景呈现的速度会变慢啊。说白了就是像素变多了 ，HDR 多张合成的速度呢就会受影响。那华为用2500万像素模式拍摄出来的解析力，那肯定就比三星默认的1200万像素更好了。虽然说三星在这个场景表现还不错，但是再怎么不错呢，也没人家2500万像素的好。最终的决战来了，两台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华为是5000万像素的 AI 高清模式，三星是2亿像素。这回华为的高清模式全都是 AI 高清模式了，已经没有原来的普通的高清模式了。呈现的速度非常慢，但是超广角跟长焦都有了高清模式。虽然说成像的速度慢，跟拍夜景似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也能接受。毕竟用户已经手动选择了高清模式了，有点严肃摄影的精神，稍微等待一会儿呢，我估计也是能接受的，对吧？那么两种高清模式到底谁更厉害呢？提示一下之前华为的 AI 高清模式是战胜过三星的2亿像素的，这回解析力方面依旧是华为的更优秀，而且优秀很多。三星的2亿像素从一开始拍摄的成像速度是非常慢的，到现在是按下快门就能成像，除了连拍不行以外，跟默认模式已经没有区别了，体验提升了，但是它的解析力呢一直在下降，而华为呢解析力一直在提升。现在解析力的差距呢就是这么的明显，华为的高清模式更优秀。再说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直接看实拍对比。颜色风格方面跟主摄一样，在默认状态下两边是差不多的。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华为的更广一些，这个红边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那么中芯解析力方面，仔细看的话还是华为的更优秀一点。再换一组自然纹理比较丰富的场景，细节呈现方面仔细看的话依然是华为的稍微强一点它就是强在纹理的呈现方面，并不是什么锐化这些因为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最边角上画质下降的差不多，但是画质开始下降的范围，华为把控的更好。换另一个角对比呢，依旧是华为的边角画质把控更优秀。华为的超广角是有4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虽然说有些细节方面确实比三星的1200万像素强，但是这个画面观感实在是不咋地，对吧？这个数码处理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了。那换到这个自然纹理比较丰富的场景呢，华为超广角的高清模式确实不咋地跟普通模式比没法比所以在这方面华为还是要改进一下。再说中长焦镜头，中焦这块呢，华为是没有的，三星是有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的，参数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长焦呢，华为是有一个4倍的长焦镜头，三星是5倍的长焦镜头。对比样片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它们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呢，两边差不多，但是金漆的反光效果是差别很大的。当时阳光照在这金漆上确实有一定的反光的三星拍出来了。那么华为那边呢 HDR 合成之后呢，把反光涂抹的已经没有了。现在华为是4倍，三星是3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解析力上有悬念吗？没有悬念华为的4倍解析力更高，这点我估计大家也想到了。现在华为是4倍，三星是5倍，那么在解析力上有悬念吗？也没有悬念三星的稍微强一点，尤其在瓦片的处理上，华为那边已经变成单色的摩尔纹了。两颗长焦头都有高清模式，华为4倍是4800万像素，三星5倍呢是5000万像素。但是华为的4倍高像素模式依然跟主摄和超广角一样是这种成像比较慢的 AI 高清模式
三星那边呢，就是按下快门就能成像，只是连拍速度会慢一些，体验上会比华为这边强一点。在解析力方面呢，两边就说差不多吧，就是观感上不一样啊。放大看呢，华为这边塑料感强一些，三星那边锐化更重一些。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它们都是长焦头的数码变焦了。解析力方面，三星的更强。现在是超长焦3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解析力方面依旧是三星的看起来更强啊。反正肯定会有 AI 猜细节的成分在里边，反正从观感上说吧，三星的稍微好一些。再说微距拍摄，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能拍摄微距啊。用主摄慢慢接近被摄物体，系统就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再裁切到主摄的视角来拍摄微距了。那么效果呢，两边差不多，但是华为这边呢还有更厉害的长焦微距。华为的长焦微距一直就非常厉害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华为的长焦镜头光圈太大了，拍摄微距的时候会离被摄物体非常近嘛，那么这个时候镜深就变得非常的浅了。除了焦点部分以外，被摄物体稍微有一些跟焦平面错开之后呢，那画面的其他地方就会虚啊，就虚得非常厉害啊。三星那边由于是超广角拍摄微距，它的镜深没有这么浅，它很容易就能拍出一张整个照片都挺清楚的微距照片。在外行眼里呢，三星这边的微距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对焦点对的就是你想要拍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拍的很在那个点上，那么微距效果方面肯定是华为的长焦微距更好啊。只是我水平不行啊，没有拍到那个点上，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再看前摄，先看前摄自拍的效果，两边在美颜方面呢都很克制的。华为这边的美颜磨皮啊也不多，但是呢它给皮肤稍微做了美白，看起来更好看一些。三星那边呢有没有美黑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我自己看着没这么黑，我一小白脸子怎么可能这么黑呢？反正三星这边看着更写实一些吧。那么两边前摄在默认状态下自拍效果呢，都可以说追求还原。在追求还原的同时呢，华为可能让你看着心情更好一些。现在是前摄录像的效果，两边的清晰度跟防抖都非常到位，对吧？那么颜色就是肤色方面啊，跟自拍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华为这边的肤色更白一些，三星这边呢，你说它写实吧，反正那就写实吧，反正就是看起来更黑一些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华为这边的效果。如果是您自己用的话，我相信您也会觉得华为的稍微好一些。视角方面啊，在默认状态下也是华为的更宽广，而且华为还可以调得更广一些。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两边的拍摄效果呢也都是不错的啊。三星这边的效果呢还是更趋近于写实，跟华为相比。但是从拍摄的效果上看呢，我还是喜欢华为这边的人像效果，看起来更精致更漂亮，对吧？换了一个场景之后呢，光照发生了变化，两边的表现呢也是挺统一的。效果上呢依然是华为看起来更精致更好看一些。总体来说吧，人像拍摄这块呢，我觉得华为看起来更好。蜘蛛扩张度的效果，两台手机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啊，这在拍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的，他们俩的效果能如此接近。那么暗部呢，他们都能按得下来，按下来的同时呢，还能保留细节。亮部呢，天空与树枝的分界呢，做的也比较自然。在某些场景下，天空也就是高光部分呢，看起来还是有区别的。有的时候三星看起来更蓝一些，有的时候三星看起来有些过曝。所以在亮部呈现方面呢，三星有点不稳定。但是华为在暗部的表现上也有不稳定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场景右边暗部的地方，华为没有按下来，而且也有偏色。综合所有场景的表现，两台手机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吧，水平呢也都算是挺高的。再说夜景的表现，先看普通的城市夜景，这些场景呢都是我们挑选过的有强光有阴影的城市夜景，有些场景呢还是很有难度的，光比挺大的。那么这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和超广角，它们的表现都不错，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呢该有的都有。但是到了这个场景啊，主摄的表现三星这边还是很不错的，甚至比华为的亮部细节呈现呢看起来还要自然。但是超广角在直出的情况下，亮部呈现就很糟糕了，是吧？没有呈现出来。我拍了很多张都是这样的，必须要打开自动夜景或者夜景模式。而就算是三星打开了夜景模式，它超广角的亮部细节呈现也是不如华为好看的。那离开喧嚣，来到城市比较暗的环境啊，主摄的表现，
直出情况下，暗部细节呈现华为的更优秀，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华为的更优秀。再说抗眩光方面，这两台手机呢，在白天抗眩光做的都不错，到了晚上呢，这个场景下呢，先说华为，它有2道眩光，一道呢是比较细但是比较清楚的眩光，另一道呢是比较宽但是比较浅的眩光。总体效果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三星在这个场景的眩光呢也是有2道，一道呢稍微清楚一些，稍微细一点，另一道呢比较粗但是比较浅。总之，这两台手机在抗眩光方面的表现呢，也是半斤八两的。再看长焦的夜景表现，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效果啊，两边都很不错。现在是华为4倍，三星是3倍，同样的，两边无论是暗部还是亮部的效果呢，也都非常好。现在华为还是4倍，三星是5倍，两边依旧都没有问题。到了10倍数码变焦上呢，亮部细节呈现两边都还行，暗部细节呈现华为的丰富一些。来到城市比较暗的环境，华为是4倍，三星是3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无论是解析力、清晰度啊，还是颜色的表现，都是华为的更优秀啊。三星怎么会偏色偏成这样呢？现在华为还是4倍，三星是5倍。这回三星的颜色没有问题了。虽然说画面暗一些，但是清晰度跟解析力都没有问题。现在都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亮部也就是灯光的表现呢，稍微有些区别啊。三星那边看着稍微乱一点，但是也还行。三星那边的画面虽然说看着暗，但是清晰度跟解析力都是挺好的。华为那边啊，画面看起来挺漂亮，解析力挺高，但是仔细看啊，它的涂抹啊是比三星更重的。来到了极暗的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主摄的表现，先看第一个场景，两边的细节呈现方面是差不多的。虽然说颜色不同啊，但是颜色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调的，主要还是看细节呈现。超广角的表现，华为的更优秀。健身器场景，要说颜色方面啊，前面一个场景跟健身器场景都是华为的颜色更好看，但是主要呢还是细节呈现，两边半斤八两。但要说远景的话呢，华为的稍微强一些。超广角的表现，整体都是华为的更强。手榴小路场景在细节呈现方面呢，仔细看呢，咱就说还是华为的强一些吧，但是华为塑料感更重一些，三星那边是颗粒感太强了，已经强到了影响解析力了。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整体上华为的更优秀。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主摄的细节呈现方面，华为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些红绿的伪色啊，但是它处理的还算可以。三星那边的解析力呢也不错，暗部细节呈现呢比华为还强一些，但还是颗粒感太重，已经重到了影响细节呈现了。超广角的表现呢，就谁也甭说谁吧。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手持的录制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在清晰度、防抖方面都很好，颜色方面的区别还是有的。华为更沉稳，三星更热烈。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喜欢华为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颜色方面的区别跟主摄一样。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防抖都不错，但是清晰度方面啊，这回是三星的稍微强一点。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效果，颜色方面两边反过来了。华为这边看着更热烈了，三星更沉稳，防抖都不错，但是清晰度方面啊，看树冠部分，华为这边视频的涂抹感还是挺明显的。现在华为是4倍，三星是3倍，防抖依旧不错啊，颜色跟2倍也是一样的。华为更热烈，三星更沉稳，清晰度方面，华为的涂抹感依旧还是有啊。现在华为是4倍，三星是5倍，颜色方面跟前面一样，防抖两边依旧不错，但是清晰度的差距呢就体现出来了，三星的清晰度是更高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录像效果，防抖依旧都不错啊，颜色跟前面一样，还是清晰度的问题，这回清晰度差别就更大了啊。其实颜色方面的区别也挺大的，华为这边的颜色是没有三星好的，清晰度啊，三星这边的优势也很明显。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颜色方面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华为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但是清晰度方面啊，是华为的更好。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防抖、清晰度都是华为的更优秀啊。
现在华为是4倍，三星是3倍。防抖方面虽然说看起来都不错，但是三星这边在平移的时候有一顿一顿的感觉，对吧？现在华为还是4倍，三星是5倍。解析力就是清晰度方面是华为的更好，防抖也是华为的更优秀。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清晰度依旧是华为的更优秀一些，防抖这回两边差不多了。本期的时长也不短了，结尾咱们简单一些。公安设计方面，大家就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吧。喜欢华为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硬件方面最大的区别就是三星比华为多了根笔，在这方面呢，华为就没有三星可玩性高了。那至于处理器速度方面啊，什么游戏发热、跑分、续航这些呢，就不是我们节目该聊的了。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了。OK， 到结尾了。看完本期内容呢，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